今天我要下台南4天3夜哦。我今天主要分享的是说，我们一路下来，除了耗电量跟需要充几次电之外呢，我会一并告诉大家说，我们总共手动切换车道到底多少次。原因是因为我最后要分享的是，我为什么没有买 FSD 或者是 EAP。我是杰夫，在这之前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走。现在早上6点06分后，我们直接从南坎往南杀，直接杀去台南。我们先把这个归零后，这个 Trap A， 我现在电力还有85%，带我去台南美术2馆，预计要开3个小时又6分钟后，总共286公里，到那边还有17%，看起来是够，我们就试试看。等一下顺便分享一下我们的耗电力，我们出发吧 ，Go！好，因为刚刚一开始我们预计到台南剩17%嘛，避免比较伤电池，所以我们决定在嘉义的水牛超充站，以台南附近这边来说，它是离交流道最近的一个超充站哈。我们现在等于是切第5次，一下交流道就直接超充站，爽快。什么叫着收清洁费？之前来的时候没有说要收费啊，管它，冲起来！我们到台南了，我要下去了，取消 Autopilot， 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带我去富华大饭店哦，你看富华饭店根本就在美术超充隔壁，千里迢迢终于来到了台南。这是我们这次住的饭店富华大饭店，我们就先 check in， 晚一点再分享行程给大家。回到饭店哈，我回来之前，我稍微在饭店附近巡逻了一下，因为附近的景点跟美食真的超级多。美术2馆就在隔壁街，并不是要增加我的文艺气息，而是它的 V3超级快充站就在美术2馆。它点不仅好，它还有室内停车场。先抵达饭店之后，我就去拍摄15岁的青少年国手选拔赛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一集哈。拍完之后去一间叫刘家庄的温体牛肉锅，蛮推荐的。然后后来吃完回到饭店，就步行到旁边的玉成水果店，当地有名的水果冰，推荐给各位。那今天就这样，今天真的超累，我们明天说吧，拜。今天是我下台南的第3天，我昨天先去了奇美博物馆，但是没有使用超充，因为我都还有40几%，我就插了一个慢充，然后奇美博物馆走一圈，真的蛮漂亮。那边我已经去第2次了，真的推荐大家。后来回到饭店之后，借了脚踏车就骑去国华友爱商圈，我再吃了一个泰城水果店，有一点小贵，半颗的哈密瓜，上面加了水果冰，蛮特别的。吃完之后回到饭店，去对面的林百货看我的饭店。因为就在对面了，再去了美术2馆，都是骑脚踏车，蛮方便的，真的蛮方便。看来这几天都不需要再充电，就是回台北前再充满就 OK 了。好吧，今天的行程我可能一样会去一下桌球的比赛，晚一点看什么行程再跟大家报告。晚点说，我先饭店有附早餐，我先去我家吃个早餐。好，晚点说，拜。
回到饭店洗了个澡。饭店不错，其实真的蛮不错，整个集团的教育训练做得相当好。没话讲，我一天进进出出饭店很多次，每一次停车跟每一次出饭店都一定有人在门口导引。这件事情不是每个饭店都做得到。我其实有点吓到了，就是虽然它不是一个新的饭店，但是它的素质一直都有在维持。这几年我也住了非常多的饭店或民宿，甚至 Airbnb 都有。那这次体验的东西，我觉得相对特别。我刚住进来的时候，并没有觉得说很气派，还是很漂亮，还是怎么样都没有。但它就是非常的干净，然后格局方正，采光很好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异味，或者是哪边没清干净。那他现在让我去体验他另外一间4星级饭店的晚餐，一起去看看吧。走。今天是我来台南的第3天晚上，回饭店洗完澡之后呢，遇到富华饭店的经理，他说他们在台南有另外一间饭店叫复兴大饭店，他们的2楼有一间中餐厅叫鼎源，台南当地人非常爱来 ，CP 值极高的一家餐厅。这个流沙包它会爆浆哦，刚爆一颗我吓到。我真的认真怀疑，我这几天吃台南料理，他们什么东西都偏甜，他们的糖是不是跟台北不太一样？好，我刚刚吃完一个独居老人饭店的晚餐之后呢，我现在来到蓝晒图文创园区。好，今天是我在台南的最后一天，现在从台南离开了。现在在嘉义的水牛公园的超充站，然后现在大概在充35分钟。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去台中吃个饭，不太影响到电力。真的很需要时间吗？真的很耗时间吗？其实我觉得还好。Autopilot 的这个方便性其实加蛮多分的，驾驶上其实疲倦感这是大幅的下降。这件事情可以提醒各位，我们晚点见。今天是第5天我已经回来了。最后从台南回台北的交流道口前呢，电力还有56%，又去了嘉义的水牛超充站，再充了差不多约35分钟左右，充到90%。充完之后，我们就去了台中的逢甲夜市，然后再回到台北，再回到南崁林口。今天早上起来看呢，还有30%。我就算今天早上有事情，我也不用一早特地要跑去充电。再来呢，必须要讲一下，我并没有买 FSD 或者是EAP， 近期有个限量优惠，说 EAP 跟现在目前 FSD 都一样，遥控车子前后自动停车，自动在高速公路上帮你切换车道，然后自动帮你下交流道。目前我坦白说还不是很完善，也不一定说不完善。他跟你讲说未来我可以变成全自动驾驶，但是我不觉得在台湾这几年内可以实现，除非所有的摩托车跟脚踏车都飞在空中，那你的全自动驾驶包准可以实现。现在 FSD 跟 EAP 所有的功能呢，唯独只有自动帮你切换车道是真的比较方便的部分。下交流道有网友说很紧张或者是它不是很顺，那将来当然一定会改善。台湾的道路你自己去体会啦。我是觉得目前来看，就是这个自动变换车道可能有些用。我下台南一路上我都有记录手动切换车道的次数是8次，那来回我总共切了16次，那我1年下南部了不起就是1到2次，等于是32次的手动切换车道，再给你多抓个8次好不好？所以1年手动切换车道40次。在之前那集1万公里心得分享的时候，我有讲到其他功能在台湾我不觉得够适用再来我1年抓40次，我给你开5年，我了不起抓200次的手动切换车道如果以 FSD 22万2的价钱来说，去除以200次，它帮你切换车道的钱是多少？每一次是1110块。如果你今天是买它的限时 EAP， 很便宜，11万1000，每一次555元。这个是我第一个考量的点，好像真的有一点贵。再来一个事情是，假设3-5年后所有车厂都标配自动变换车道这个功能，
懂我意思吗？坦白说 ，EAP 就是亚洲版的 FSD， 它其实就是变相降价。它可能也知道针对市区的功能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EAP 或 FSD 这件事情，在高速公路上面只会改善的变更顺畅，而不会新增更多细腻的功能。我不觉得，因为目前的跟车已经跟得非常的好了。接下来所有的新增功能，我大胆预测会是否市区的部分。但是在台湾，只要下了交流道，我不觉得任何功能吸引我。22万2，我是肯定不买单。它降到11万1，也不见得值钱。这是我个人观点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喜欢这支影片，帮我点个赞。希望这次的影片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